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前面几集我们聊了损失函数、反向传播以及梯度下降法，这样神经网络是如何通过修改自己的参数，逐步的去模拟真实的世界？神经网络是如何从一无所知逐渐学习，成为一个对人类有用的 AI 的？这其中的最核心的要义、最核心的算法，大家就有了一个最基本的了解了。在前面一集中，我们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用一个神经元的神经网络去完成了一个线性可分的分类问题，去区分蓝点和黄点。那么回到上一集的介绍，随机梯度下降法的步骤是这样子的，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步，从训练数据中随机的选取一部分的数据。第二，计算损失函数以及损失函数对神经网络所有参数的梯度。第三步，将参数沿梯度方向进行微小的更新。第四步，重复第一、第二、第三步，直到损失函数达到最小值，或者神经网络的输出达到满意的效果。回忆一下，大家有没有发觉步骤一实质上在上一集的例子里面被我们忽略掉了？大家肯定注意到，在上一集的例子里面，蓝点只有10个，黄点也只有10个。我们每一轮的计算都一直在用这个20个点，也就是这20个数据。我们这样的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集中精力到梯度下降算法的理解上，而不是更多的细节。正确的做法是，我们应该采集或者获取更多的数据，比如说蓝点和黄点各有100个，每轮计算都随机的从这200个数据中抽取20个，然后再进行开始步骤2，也就是损失函数的计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随机的抽取数据呢？这是因为如果我们一直采用相同的数据来训练神经网络，它就会对一组的数据拟合的过于完美，而对于新来的其他的类似的数据的表现，它就会很差，使得你的模型没有办法在实际中使用。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之为过拟合。可见数据本身的数量和质量都会极大的影响整个神经网络模型的表现和性能。这一集我们就来说一说神经网络智慧的源头——数据。通过梯度下降法，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网络学习的过程就是不断自我调整参数的过程。随着神经网络的规模越来越大，参数的数量也就急剧的增加。此时我们需要的数据也就越来越多。数据是神经网络自我标定参数的唯一源头。所以我们说，神经网络是从数据中学习的。神经网络之所以在诸多机器学习的算法中脱颖而出，除了计算机算力的大幅增长，以及各类图像、语音、文章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从数据中直接寻找答案。传统的编程需要人类，特别是数学好的人类，专门为这个问题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比如说行星轨道的预测啦、天气预报模型啦，这等等的，然后通过输入边界值求解这个模型而找到答案，比如给出正确的天气预报啊。神经网络之外的其他的机器学习算法，往往需要人为的算法去提取数据的特征，比如图像中的边界。本频道在第2集的水果分类器中，所用的水果的颜色、水果的长宽比，也算是2种数据特性了。有了这些特性以后，就可以使用诸如支持向量机啦、K 棱镜啊这样的算法来寻找答案了。比如这幅图是一只猫吗？这样子的问题的答案。而神经网络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从数据中直接找到答案，当然前提是数据足够的多。它可以自己将图像中的特性提取出来，也可以自己建立一个模型，带入边界数据，求得答案。比如明天9点到12点45分下大雨，这幅图不是一只猫，这样直接给出答案。
这个优势的核心并不在于它省了人工费用，省了比如说数学家、数学模型啊，或者说行业专家的费用，不在于如此，而在于它解决了很多通过人类建模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人们手写的字如何识别。如果采用传统的建模编程方式的话，程序员甚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1，人们的写法都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姿态各异、千奇百怪。比如这个 MNIST 项目所收集的这些手写图片集所展示的这样。这个人类手写后面的规律是什么呢？需要建立怎样的数学模型才可以让机器自动的认出这是一个1字呢？没有这样的数学模型，又怎样才能去用 F 和 for 写出这样子的一个识别程序呢？它都是办不到的。类似的，几乎所有的非结构化数据都会遇到传统计算机编程无法处理的棘手问题。当然，所谓结构化问题，就是表格可以装下的数据。处理结构化的数据是上世纪90年代炙手可热数据库干的事情。凡是会数据库的，都会处理结构化问题啊。就比如说一个大学所有学生各个科目的成绩单，就是这个数据库，就是里面处理的结构化的一个数据。那么相信大家上了年纪的 IT 从业人员都有了解啊。那么非结构化数据就是不能表格化的数据，这些非结构化的数据的处理就是神经网络特别擅长的，也是神经网络处理的主要数据。那么它们都有哪些类型呢？答案是几乎一切都可以作为神经网络的数据，比如文本。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文章、诗词、歌赋、论文，无论是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日文的，还是其他语言的，都可以作为神经网络的数据。比如语音，一切语言的声音、一切动物的声音、一切人为的声音、一切自然界的声音，都可以作为神经网络的数据。比如图像、视频，一切你拍的照片、大师拍的这个世界的瞬间，一切的电影、一切的电视剧、纪录片、个人的日常生活、X 光机、激光雷达成像等等等等，都可以作为神经网络的数据。又比如任何有时序的数据，比如说股票市场的价格、传感器的数据、石油的实时价格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神经网络的数据。神经网络作用就是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学习，完成分类、聚类、预测的工作。比如识别视频中的一只猫，或者判断视频中新出现的动物是不是一种未知的动物。比如预测之后这个视频中这只猫的运动轨迹。比如从你的说话声音中识别你的意图，判断你是在说话还是在乱说乱发声，或者预测你对自己问题期望的答案。当然，这些数据并不会自动的变成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在输入神经网络之前，它们还必须满足一些条件。首先，它必须是一个相关数据。比如你想为自动驾驶训练汽车对道路上的其他车辆路侧的标志标牌的识别，你就必须用车辆在道路上运行时的视频。如果你使用的是网上下载的奔跑的小猫、跳跃的小狗、转圈的小马驹的视频，就是训练不出一个能识别周边车辆的神经网络的，因为神经网络只能从你喂给它的数据里面学习。其次，数据必须是有正确的标记的。虽然神经网络的聚类功能可以将不同种类的物体分开，将类似的物体识别为同类物体，但是赋予这些分类以名称，符合人类社会的习惯用法，却只能由人类完成标记。这是训练神经网络的一个开始。在前面监督学习那一集中，我们提到过的 ImageNet、WordNet 这样子的开源项目，就为早期的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同的项目，依然需要就具体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专业的数据。即使神经网络不是从零开始重新训练，而是采用已有的模型进行微调 fine tuning， 那这些数据和这些标记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其次，也就是再次，数据需要统一的格式。
我们从前面的学习中知道，在神经网络中不过是重复加减乘除和激活函数的运算而已。神经网络并不处理除数字以外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所以数据必须是数字的。而括号里面一连串的数字往往代表的是某一样东西，就比如说它可以代表一个单词你好，或者说代表一个像素，那么我们就称整个括号里面一连串的数字，那我们就称之为向量。所以换句话说，给到神经网络的数据必须是一个向量，一连串的向量必须是矢量化的。最后，数据需要尽量的平衡，例如用于自动驾驶的视频数据中各种车辆，比如轿车、SUV、卡车、集装箱大卡工程车等等的，在数据集中出现的次数，它需要尽量的与实际情况的比例相符合。当然了，如果你采用的是已有的模型进行微调 fine tuning， 那么就只需要就新加的这些特性进行专门的训练就可以了。那么即便如此，新加的这些特性之间的数据，那么你也需要有一定的平衡。当然还有最后的最后，就是它可能跟之前几点一样重要，那就是符合以上所有的要求的情况下，这个数据还一定要足够的多，只有足够的多才能喂饱神经网络里无数的参数。神经网络对数据的这些要求往往会变成与设计网络结构进行训练一样困难，或者说一样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想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或者微调 fine tuning 一个通用模型，但是你的数据没有准备好，你就只能继续回到准备数据的阶段，因为没有合适的足量的可获得的数据，那么之后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一个干净的、正确的、整齐划一的足量的数据集是一切开始的基础。在正式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这些数据呢通常会被划分成两组，那么一组呢称之为训练集，另一组呢就称之为测试集。训练集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训练神经网络的，用来标定神经网络中的所有参数，也就是神经网络用来学习的数据，也是你首先使用的数据集。测试集顾名思义就是用训练集把神经网络训练好以后，用来测试它的性能的一个数据集。我们为什么要把训练集和测试集分开呢？因为在用训练集数据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你可以不停的优化，不断的优化，最后完美的符合训练集中的数据。这时虽然在训练集上神经网络输出的结果堪称完美，但是如果用在其他的数据上，却可能出现性能大幅下降的情况。我们前面说过，这个就叫做过拟合。通常我们需要神经网络训练之后，也能很好的处理同样的问题，比如也能够识别他人手写的一，而不仅仅是训练集里面的那些一。这个能力我们就称之为模型的泛化能力。训练集的存在能够在模型投入应用之前先把好这一关。如果模型在训练中表现非常优秀，但是在测试集中表现糟糕，我们就知道训练过拟合了。这时就需要降低一些在训练集上输出的精度，来看一看是不是能在测试集上获得更好的效果。如果行，那挺好，的确是过拟合惹的祸。如果不行，那就需要重新调整一下超参数。如何调整超参？我们就会在后面的视频中继续和大家讲解，还请大家关注啊。还记得我们在第4集中说到过的 AI 幻想吗？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开始数据有污染，混进了其他不合理的数据。神经网络可以自己学习，自己找到规律，自己输出结果。虽然这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处理复杂非结构数据的自动化能力，但是同时数据驱动的神经网络对数据质量和数据数量的依赖，又使得数据的获取和预处理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
还请大家牢记啊。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